大家好，我是徐可意。刚才呢，就是我过去几年的摄影作品。不过呢，作为一名自然摄影师，我今天不是来讲摄影的。我今天讲什么呢？我讲中国古人穿越几千年来是怎么跟太空对话的。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本人就是杭州人，我出生在杭州，长在杭州。10几年前呢，我背着我的摄影器材，从萧山国际机场出发。这10年来，我走遍了7大洲、4大洋、南极和北极。我看过印度恒河的日出，当时啊，这个印度教徒就在我面前，他瘦得仿佛一棵干瘪的树一样，但是他虔诚地在恒河的日出下面做着瑜伽。我也看过墨西哥瓜纳华托的日落。我想再问一下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奥斯卡最佳获奖长片《寻梦环游记》动画片？有没有看过 Coco？ 看过举个手，我看到好多人看过。对 Coco 我非常的喜欢，而瓜纳华托就是 Coco 的原型城市，当时他们整个摄制组在那里待了半年的时间。但是这一些啊，跟我接下来要讲的完全比不上，因为我去了一趟北极，而且在北极看了一场50万年难遇的日全食。当时我站在北冰洋的冰面上，看到巨大的月影划过冰面，天空一下暗了下来，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剧场突然之间熄了灯一样。这时候目光整个起来，在大中午的你可以看到星星竟然出来了。大家都知道啊，北极它在春分以前，它是在北极点在春分以前是进入极夜的，所以当时这场日全食发生在2015年的3月20号，是北极点刚刚经过了长达6个月的极夜，终于有了太阳。而在日全食发生的几分钟里面，这个阳光再次的被剥夺了，这样的概率从计算上来就是50万年一次。我当时特别的激动，因为整个的过程非常的美。你看，可以看到远方的城镇和我们具体的到的地方。我花了4个小时才走到这个冰面上，拍摄下了这个场景。看到的时候，我尤其的激动。日全食就是天象王冠上最耀眼的珍珠，我激动到哭了，我眼泪噼里啪啦的下来，然后当时的脸上就冻伤得很厉害。我跟我当时的男朋友说，我说你现在赶紧向我求婚，我一定答应你。可是作为摄影师的他说，你先不要吵。他操纵着他的3个相机和8个镜头说，你先不要吵，等我拍完再行。这就是理工男。我爸妈现在坐在现场，他们看到我这张脸，肯定当时就特别心疼。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见到这样的场景，我丝毫都不觉得这些东西是艰苦的。我觉得日全食如此的美，然而中国的古人他们并不是这么想的。在《诗经》里面说：“10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恐之丑。”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于日全食的记录，发生在西周时候。你看，中国的古人觉得日全食是丑陋的，是凶恶的。而几年前啊，我在北京拍摄了这一张照片，这是一次带食日出，也就是说日有食的时候，它慢慢的上升。我当时觉得这一幕特别的美。可是大家想象一下，古人看到缺了一块的太阳就这么升起来，他们的内心该是非常恐慌的。古人觉得日全食发生了就会有灾害，整个国家可能会灭亡。当他们恐慌的时候，他们也会提出疑问。就像刚才白老师说的，2400年前，中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发出了天问，他从天地的离合，从阴阳五行到日月星辰，一直问到治乱兴衰，问到神话传说。那屈原的天问，我们是否能答呢？这个问题一会儿再回答。中国古人啊，自然而然的从来就有一种天人交感的思想，他们认为天象的变化与人的命运是紧紧的相连的。易经里面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而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作为出没无常的流星，就经常被誉为非常不祥的象征，因为它就像是一种五行之散金一样，预示着一个王国将要灭亡，或者一个人将要去世。在座的各位肯定看过三国演义》，无论是书或者电视剧都可以。当时啊，在诸葛亮他在五丈原伏兵出帐的时候，看到象征着自己的那一颗星星，
非常的昏暗，他就知道吾命如此。而当诸葛亮逝世的时候，司马懿夜观天象，发现见一大星，赤色，光芒有角，自东北方流于西南方，坠于蜀营内。司马懿就说：“孔明亡矣。”然而青山遮不住，总归东流去。其实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探索，对于宇宙的观感，只会略微的被表面所束缚一段时间。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物理、数学的各种方面的发展，而牛顿、拉普拉斯、高斯这样的巨匠在各种的探索下，我们渐渐的透过表象能看到世界的本质。其实流星不过是一些星团的尘埃或者其他的物质，它们进入大气层以后进行燃烧，被我们所看到。而比流星更壮观的就是流星雨。现代科学一般认为流星雨和彗星之间是有演化关系的。大家知道彗星是由一些尘埃和其他气体凝结而成，它们从遥远的阿尔特云出发，这些脏雪球从寒冷的太阳系的边缘出发，慢慢的靠近了我们，而又最后化成了尘埃。当地球的轨道穿过这些尘埃的时候，这些尘埃被地球的引力所吸引，于是就变成了流星雨。在我们看来，它们高速的燃烧。我们所处的北半球一年可以看到3次流星雨，最出名的就是这个我照片里的英仙座流星雨。为什么我说英仙座流星雨特别出名？因为它不需要熬冻。另2次流星雨就是象限1流星雨和双子座流星雨，大家都要大冬天的在外面。而英仙座流星雨发生在即将到来的8月。这张是我拍的英仙座流星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流星特别美，每一颗流星它尖端是粉色的，而它尾端是绿色的。在8月份，你可以在一边纳凉的时候一边看流星，1个小时看到几颗，一晚上看到上百颗都不是什么难事。那么看流星雨这种浪漫的行为，是否是现代人的专利呢？让我们再回溯一下，在我特别喜欢的一位大文豪就是苏轼。苏轼曾经写过很有名的《洞仙歌》，他在里面说：“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憾；水电风来暗香满。”下面有句说：“时见舒心渡河汉。”这句话特别有意思。大家看到“渡”这个词，“渡”这个词是一种运动的，河汉就是银河。他看到有星星过银河，而不是银河整个的在流动。那他看到的有没有可能是偶发的一颗流星呢？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们平常会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是不是？有月亮的夜晚，你看星星总是非常难。而这一天有月亮，而且它又时不时的看到有星星穿过，说明当时看到的是一场流星雨。那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现代的计算来发现是一场怎样的流星雨呢？非常好这大文豪苏轼当时给了很多的特征，让我们随着他的线索来看看。他写到，当时是一日大热，大夏天，而且水电风来暗香满。这个时候你晚上能闻到花香。这首词呢，本身是写着后蜀国的国君孟昶和他的花蕊夫人，他的宠妃一起纳凉时候的场景。而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夏天发生的事情，而且有开花，而且他还清楚地写到：夜已3更，金波淡，秀莲开，一点明月窥人。3更是什么时候？是子时，大概在我们现在的23点到1点之间。这个时候能照到淡淡的月色，而淡淡的月色又照进了屋里，说明那个月亮的角度并不是很高，而月亮的高度是比较低的。这非常符合上弦月，也就是农历初7、初8时候的特征。那我们知道了这是某一个夏天，农历初7、初8时候发生的，有没有可能再知道具体是哪一年呢？通过历史查找我发现就是花蕊夫人是在公元953年后得宠的，而孟昶呢，于公元965年就已经亡国去世了。在这一段时间内，唯一符合这所有线索的，就是公元961年的7月23号，那一天正好是初7、初8，是符合上弦月，而且那一天
刚才没讲到，就是玉神星是属于一个比较低的位置，而那一天正好是属于英仙座流星雨的极大值。这一段是我和我的老公，对，就是刚才讲的那个特别不解风情的摄影师，我们一起考证出来的。当我们考证了这一段，发现所有的这些古文里面的线索能和现代科技推算出的流星雨的极大值完全吻合的时候，我们就像在和古人对话一样。所以一起赏流星并不是现代人独有的浪漫，而是古已有之的。那么就带你的爱人8月份去看英仙座流星雨，看那个流星落在长城上，落在地球上。不同于流星其实月亮这种意象在中国出现一直是属于比较温暖的。虽然月光很清冷，但是它是暗夜里的光，给路人信心，给路人力量。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尝试过加班加到大半夜的，回去已经特别累了，看到天上的月亮觉得很舒心总有陪伴。古人对于月亮非常的喜欢，唐诗300首里面据统计有96次体现了月亮，而诗仙李白在他留下的近1000首的名作里面有400首是和月亮有关的。大家想象一下，李白哪怕一个人喝闷酒都要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亮它的起升落规律，因为地球的自转它也是东升西落，而又由于月亮、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月有阴晴圆缺。巧合的是，我们能通过一些月相来分析出古人当时咏月的时候看到的是怎样的月亮。比如说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东升到客船。这是什么样的月亮呢？大家看，夜半的时候月落，这非常符合上弦月的特征，所以枫桥夜泊有的是上弦月。再比如柳永最有名的雨霖铃，大家都背过，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晓风是拂晓的时候吹过来的风，在拂晓的时候看到了有残月，这非常符合下峨眉月的特征，所以柳永当时看到的是下峨眉月。再比如欧阳修的《生查子》，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大家都知道这是满月时候的特征。当我们现代的科学推算出月相的时候，我们更加能够明白古人当时看到的是怎样的月亮。当我们欣赏古人的诗词的时候，也就是和他们在对话。日月星辰离我们这么近又那么远，1000年前呢，古人的对话我们现在有了一点答案，但未来我们还能做什么呢？随着中国这几年航天的发展，未来我们甚至可以亲自到宇宙去找寻我们那些答案。刚才白老师说大家有没有在现场看过火箭？因为我是一个航天迷，所以我几次的前往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去拍摄火箭。比如这个是我当时拍摄的嫦娥5号即将要发射的场景，而接下来给大家放的50秒钟就是大家看到的天河核心舱，也就是现在我们的宇航员住的天河核心舱发射的场景。这是我和我的团队拍摄的。5、4、3、2、1，点火！点火！来！就像《流浪地球》里面说的一样，以后呢，我们在向上天看的时候，我们的同胞就在太空中。现在呢，他们已经在核心舱、天河核心舱里面居住了。
我非常喜欢中国航天器命名的方式。我们的核心舱叫天河，我们的实验舱叫天宫，我们的月亮探测器叫嫦娥，我们的月球车叫玉兔，我们的火星车叫祝融，而我们的火星探测器就叫天问。千百年来啊，中国古人与天的问题，现在就由我们后代来回答。而中华民族与宇宙的对话还在未来继续，我觉得这是属于我们华夏儿女最极致的浪漫。我是许可意，谢谢大家。